那所以他現在你剛才講是因為內部經濟的問題，所以美國現在已經感覺到說他跟美國的一個差距，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進行了一個戰略，甚至有人說他現在可能必須要回到了這個所謂鄧小平的那個所謂的韜光養晦的那樣的一個戰略收縮的狀況嘛？我不太同意哦呀，因為這個雙方實力差距固然是一個根本的，然後在這個很基礎的地方呢，大家都趕不上，但對中共來說呢，你要知道中共相信辯證法的，什麼叫辯證法呢？就是強者當中呢一定有弱點，弱者當中呢可能有強項。這點他們很厲害的哦，很厲害的。所以你看美國這麼強，大家說沒有呢？我說不是，在中共看起來還有弱點。但是大家說啊，中國這麼弱，我說不是，中共認為它有強項。所以就是王滬寧的美國反對美國。是的，他們是真的玩辯證法或者用辯證法思考呢，真的是比較厲害。對，真的是看見強中弱，弱中強。其實中國以前的陰陽學說也是這樣，對不對？太極學說也是如此。好，那現在回到具體的問題上來，所以他現在看美國固然很強，我要對你讓步。你剛剛說啊，是不是這徹底回到鄧小平？不會的，不會的，因為他認為我現在已經強大到一定程度了，我韜光養晦的日子過去了。那我現在為什麼看起來服軟呢？因為我現在呢暫時過不去。那我服軟服到什麼程度呢？服到11月。為什麼服到11月呢？你要期中選舉，你萬一選得不好的話，他在等。你只要參院或眾院丟掉一個院，你川普的執政就不會這麼順利。對，我熬到那時候說明就行了。現在幾月？現在5月。11月是還有多久？還有6個月。對，我不用全部等6個月，我等3個月之後到8月我就差不多看出來了。你川普的民調如果在低於36%，對，你可能會選輸，那時候我可以翻臉。所以中國是說翻臉就翻臉，是，這中國是很容易、很能夠隱忍，但是也很會翻臉。對，我們跟中共打交道這麼多年了，我們不知道他會翻臉嗎？會知道。我們不知道他隨時會翻臉嗎？知道啊。今天跟你說，明天飛機過來了，那我們台灣一些朋友居然就沒看見飛機過來，就看見他對你笑，就看見他跟你講說文化不親人什麼等等，你就相信了。所以我常常說，台灣的藍營朋友們回去讀讀歷史。讀讀國共鬥爭史，你才知道你面對什麼樣的敵人。你這樣講的，我想到一個最有趣的故事，就是重慶會談啊。是重慶會談的時候，毛澤東是一個非常喜歡抽菸的人，因為不講他不能喜歡抽，他是已經有巨大菸癮的人，是，他是菸不離手的。對。可是他在跟蔣介石，他知道蔣介石討厭抽菸，所以他是3天的時間，一根菸都不敢抽。他說對老菸槍對他來講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這件事情他也忍了，可忍完了以後，他馬上又回到延安。回到延安了以後，他其實過了河江河，他講了一句話：“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他是非要把蔣介石給抓起來不可，非要滅掉不可。就等於說，我要忍的時候我可以忍到底，但我要狠的時候，我也是狠到底。對，越王勾踐不也這樣嗎？啊，對，越王勾踐也是這樣，連長份的事兒都能幹。對，所以我常講說，有時候讀這個歷史呢，或讀東周列國志呢，是很有幫助的。所以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啊，中共現在這種玩法呢，在我看來是一個陰招哦，就陰招，我先忍下來，陰招你欺門踏戶，我給你欺門踏戶，然後你什麼徵房車什麼都來，我讓你來，對，然後現在簽什麼東西也簽，沒關係，說買大豆我也簽了，說買玉米我也簽了，說買石油我也簽了，什麼我也簽了。那到時候你不一定選得贏了，你選不贏的時候，我再翻臉都來得及了，對不對？所以我說現在玩陰招，那台灣人要看懂，那美國我相信也應該慢慢看懂了啦。好，那另外就是台灣問題，一開始不是講，大家一開始最擔心的就是台灣問題會不會變成他們整個會談上面的一個菜單？可是看這次很微妙的是，其實川普在台灣問題上是一步都沒有讓，即使到了天壇。大家追問川普說：“你要不要談談台灣問題啊？台灣問題要不要什麼改變呢？”川普一個字都沒有講。川普不講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是居然沒講。在他的白宮所有的發言，白宮所有的文告裡面、文件裡面也沒有台灣這個字。也就是說，今天中國並沒有在台灣問題上取得任何的進展，可是他還是讓了。那所以台灣問題現在在中國在處理上，在中美問題上面。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到底還要繼續嚇自己嗎？還是說我們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台灣自己的角色？我們不是一直在講，我們說這台灣其實
有相當的主動權呢。但問題是我們怎麼玩呢？對不對？我覺得一個最大一點就是，台灣人第一呢，這麼多年下來呢，慢慢有點就是自我壓抑，我們看不見我們的優點在哪裡。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們太過溫良恭儉讓，這就是我常常跟學生講的話。那有的時候我到一些政府單位去演講，我看我說哇，你們個個都是慈眉善目的，你們每個人頭上都5個字，溫良恭儉讓。我說我是4個字，叫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叫國家利益。那我們讀國際關係的，那這是第一步了，因為我們曉得說，國家生存在一個叢林般的國際社會當中，弱肉強食，就是這樣子。對，我們當然擔心敵人出賣我們，但是我們也記得朋友出賣過我們，甚至盟友出賣過我們。盟友在什麼時候不會出賣我們呢？當我們的利益跟他平行而且緊靠的時候，就不會出賣我們。所以在這個時候你不用擔心。但如果利益不是那麼緊靠的時候呢，你就要擔心了啊。所以現在就是為什麼我現在說不擔心呢？就是我現在看得清楚，我認為美國也看見了，台灣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什麼叫重中之重呢？你習近平或者說你這次中共方面，你會跟我談台灣問題，我知道你會談。所以你剛剛不是說了嗎？盧比奧在前面，我先打預防針，我先接受採訪，我先講完了，我把紅線畫出來了。中共也畫紅線呢。中共不是那個駐美代表在報紙上發了一篇文章，然後把4條紅線列出來嗎？第一條紅線就是台灣問題。哎呀，美國說你練你的，我練我的嘛。你有紅線，我有紅線。哦，只有你能畫紅線，我不能畫紅線，我也能畫紅線呢。所以我們看懂這情勢之後呢，我一直講說，第一，不用自己嚇自己；第二呢，不用被中共的洗腦給騙到了。台灣很多朋友就是或者想不清楚，或者太過擔心。應該這樣說，關切是應該的，擔心大概沒有必要。好，那現在回到這個核心問題來，你剛剛講到盧比奧在專訪的時候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對，台灣這個問題，我們簡單說，他們會講他們的話，那我們會講我們的話。那現在那雙方都講了話了，那台灣問題怎麼走？看誰拳頭大胳膊粗嘛。不好意思，這是國際關係最基本的東西。你如果中共拳頭大胳膊粗，那我美國沒辦法。但今天我美國拳頭大胳膊粗，我也知道你也知道，那就行了。所以咱們就照這個玩。所以我才說台灣情勢要變，那非常困難，非常非常困難。我不是說這是熱點嗎？熱點就是這個是熱點。A 國從右邊進來操控熱點 ，B 國從左邊進來操控熱點，雙方那邊纏鬥，最後結果什麼？誰也不讓。我不讓，結果是怎麼樣呢？這個國家這個熱點中間空前難受，但空前安全。因為兩邊都不放手，所以反而安全。但難受就是，大家一看中共一來演習了，一開飛機過來了，這個什麼這個戰備這個警巡了，然後發飛彈，我們就很難受。這就是難受，但絕对不危險。我再說一次，難受而不危險，難受而安全，這就是核心的重點。所以我再說一次哈，美國跟台灣因為台灣的高階晶片形成了戰略同盟，美國是不能放手的。我們說白了就是，川普若真的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話，他必須依賴台灣，唯有緊緊抓住台灣，他才有可能再次偉大。他只要放手台灣，他就不但不會再次偉大，他會立刻衰敗。當然，他們這裡講了美國衰敗論，這個說美國已經開始。說川普說我同意美國衰敗，拜登時候搞的。對，這個時候摔下拜登其實不是太好，但他意思就是說，哎，我回來了，我比拜登厲害，我現在讓美國不衰敗了，而且我當着面告訴你，我美國沒有衰敗，在我之下復興了。這話真是厲害。不過苗老師，其實為什麼台灣人會非常擔心？就是你知道，每次出賣台灣最嚴重的，可能都是一開始對台灣最好的，比如說像尼克森，是，包括像雷根也是。8.13高報，你們就是等於說我今天賣武器的這個軍售的部分，所以大家都會覺得中國在台灣議題上面它是步步緊逼，而且它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伺機而動，它有機會就吃你一口，然後呢開始就把你鞏固，然後就一直往前推。台灣很擔心說美國就會這樣子步步後退，步步後退的狀況下會真的影響到台灣的權益。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擔心說川普會說你
不支持台獨，反對台獨，甚至你不要軍購。可是您剛剛講的是說，台灣現在非無下阿蒙。以前我的利益跟你美國是沒有綁在一起的。我以前是你等於說是非常邊緣的一個國家，現在我給你核心利益的時候，對美國來講，台灣其實是底線。如果台灣變成了美國的底線之後，你中國再怎麼叫囂，針對台灣你只是口號。美國不妥協就是不妥協。你中國現在這次，我覺得川習會就很清楚，是你怎麼叫，你怎麼吵，你怎麼放話，我絕不讓步，絕不讓，而且沒有任何意義。對，那個我們講回說那2次為什麼會說出賣台灣啊？尼克森那時候出賣台灣很簡單，因為第一他退出越戰，他離開越戰，因為這個民窮財盡。對。第二就是呢，他跟蘇聯之間這個核武器的競爭呢，他受不了了。所以在內外交迫情況下呢，他必須要稍微抽身出來。抽身出來的辦法就是他認為，第一呢，我跟中共談一談，然後你幫我施加壓力，我光榮從越南出來，然後呢，我再跟你拉近關係。讓你幫我去擋蘇聯，聯中制俄。對，聯中制俄這個當然這個詞我可以將來再詳細談嘛。我對這個詞是有點意見的。我沒關係，我們這樣再說。總而言之，好，我聯中制俄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就你剛剛所說的，在這個情況下，台灣跟美國利益呢不是完全綁在一起，因為美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對蘇聯。而且你說他那時候出賣台灣，應該這樣說，也沒有完全出賣。第一呢，他保留了這個邦交；對。第二，保留了這個中美之間那個戰略同盟，這個都沒有放掉。第三就是大家沒有太注意，他在簽完上海公報之後，他跟季辛吉立刻在上海開個記者會，然後有記者問他說：“那這個對台灣什麼？”他們立刻講說：“我們在這邊做這件事情，不影響到我們跟任何盟友的任何關係。我們不會出賣盟友。”他沒有直接回答，但明白告訴你，我不出賣台灣。對，他在上海開記者會講的話，那最後出賣台灣的是卡特，是卡特啊，而不是尼克森。所以後來有人去問基辛格說：“哎，那個卡特跟中共建交了，你有什麼看法？”基辛格說：“要建交，我7年前就可以建交了。”也就是他算過，對，至少那個時候那個基辛格是頭腦清楚的。這是第一個案例。第二案例說雷根出賣台灣，簽了817公報，對，簽了817公報。那個時候呢，第一呢，這個也是跟蘇聯競爭太激烈，蘇聯的戰略姿態呢比較高，那雷根沒有辦法。第二點就是呢，雷根底下這些團隊不夠強，鄧小平的團隊比較厲害，他們不斷放話說，你如果不做讓步的話，我可能倒回蘇聯那邊去。就雷根團隊呢，這個中招了。所以這次人家問我，我就講，我說除非川普團隊非常笨，否則不會做這讓步。那目前為止看來是這樣子。好，那我們再往下講，就是美國的戰略呢，其實你剛剛已經提到了，他去年發布的那個國安戰略，對，2025白皮書，國家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這個第一島鏈非常重要，我要打造一支軍隊，保證第一島鏈呢不會爆發戰爭。第一島鏈爆發戰爭，什麼樣對美國最危險？台灣嘛。所以說了半天就是南海可以爆發戰爭，日本可以爆發戰爭，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爆發戰爭。如何讓它不爆發戰爭呢？嚇阻戰爭之爆發嘛，也就是我維持足夠的軍力，我保證呢你不敢來動，我嚇阻戰爭爆發。這話我已經講了幾年了，那現在大家已經聽得都已經爛熟了。那美國這次這樣講了，更有趣是，中共現在呢有一篇文章，在官方的這個媒體上就明白講，而美國現在就是要嚇阻戰爭，他自己都這樣講，那比方說他也看懂了嘛。那問題就是你敢不敢動？對，你真的你覺得說你有能力這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然後來動台灣嗎？大概不會。所以美國安全戰略也這樣說了，然後盧比歐這次這樣講了，那台灣朋友們如果再看不懂的話，我真不曉得怎麼辦。而且這次有趣是，我覺得川習會只是一個最後的結果。您之前特別提到說，你要去觀察，不是只能看川習會，你要看到委內瑞拉，看伊朗。其實我覺得川習會最後就是一個結果，讓習近平接受中美差距的結果。因為我要透過委內瑞拉，我要透過伊朗的戰爭，我要讓你知道我們實力的差距，這才是真正產生威嚇。而這個威嚇產生效果出來之後，讓你知道我們兩個的差距之後，
我才用我大量的大國像凱撒來臨之這種狀況，然後就進到了中國，讓中國才感覺到，他感覺上就開始進行了退縮。那進行退縮了以後，你就感覺到他對台灣問題上，在這次我覺得他就沒有太過堅持了。他當然一開頭也講一下呀，他不能不講啊。對，因為不講的話，大家說，你不講台灣問題，所以他必須要講。然後講的話也比較重，那大家說啊，你看他講話比較重，我說你不用擔心，這是外交辭令，他必須講這麼重，因為他曉得這個事情恐怕談不成。但如果我不講重，講的跟過去一樣的話，那沒有什麼意思。對，所以講重了一點點啊，什麼重中之重要處理好啊，要慎之又慎啊，不然怎麼？美國剛跟你們來個已讀不回，一句話都沒有，我就不講嘛。所以你剛剛講的很好啊，他在天壇的時候被記者問，他居然可以忍住不講話。對。你要川普不講話真的很難，你要川普講話很容易啊，對不對？你問他幾個不相關事情，他都跟你講。對，先問一個非常相關問題，他不講，那這個才有趣啊。那重點才在這裡嘛。所以他就等於說，在這個上面，我對川普等於說底線已經很清楚了。你再怎麼吵，再怎麼鬧，我完全不這樣子。可是另外一個大家也擔心說，現在川普這個東西，他會把一種爭霸變成一種交易。而這個交易的等於說，這次川普擺明了我就去做買賣。那對川普來講，他這個交易的藝術裡面，把大國的遊戲從過去的權力爭霸變成什麼事情都可以交易。而這個交易的時候，會不會出現一些缺口？這個缺口會對台灣不利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呢，我想先繞回去談另外一件事情。我剛剛沒有講透啊，再講下去是，川普到底有什麼籌碼的問題？因為大家現在看見覺得他現在封鎖了伊朗，這個荷姆茲海峽啦，什麼等等。還有一點哈，以前這種訪問呢，川普一定帶太太去，他這沒有帶太太去。哦，你想想看，沒有帶太太。這是一個觀察啊，這是個觀察。是，因為帶了太太去之後呢，你就有夫人外交，氣氛會比較緩和。對，我不要緩和氣氛，我就是不要緩和氣氛，所以我不帶太太去。那既然這都有學問，連梅蘭妮亞都不出來了，那彭麗媛就不好出來，对吧？這第一個。第二，他帶了一個原來不該去的人去了，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對不對？過去是沒有帶過這個國防部長，他們有過2+2會談，對。但是美國總統沒有這樣帶國防部長去的，是。這次把戰爭部長帶去了，對。然後你注意看啊，那不是有一排握手的照片嗎？對。有2個人是拉着臉握手的。赫格塞斯是其中一個。赫格塞斯其中一個。對。那個你剛剛講盧比奧當然是有點俏皮了，對。但是另外一個也是板着臉的，那個是國安副顧問吧？哦。他的川普的國安的副助理。對。國安副助理年紀比較輕，板着臉。哦，難怪我就會看到赫格塞斯站得很挺。對。他站得很挺，脖子都打直了，而且完全面無表情。面無表情。哦。對。所以這是有意義的。計算過的。哦。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啊，我們叫什麼呢？我們叫靜默外交。你大家看看那照片就知道，你看，黑着臉的這個，好，那這個有點笑容，剛剛那是沒有笑容的，對，對吧？就他現在跟赫格塞斯握手，對，你看赫格塞斯完全沒有表情，那人的嘴是抿着的，對，抿着，這樣子的，你看，你說這，他從頭到尾抿着嘴，對，他在貝森特的旁邊，那這個是抿着嘴的，這個笑的，對吧？對因為大家都看黃仁勳去了，只看到黃仁勳，那你要看，只看到伊隆馬斯克，對對，你要看看這些人的表情呢，就比較清楚。這個我們叫什麼？在外交上我們叫靜默外交。所謂靜默外交，就是我不明說，我做一些動作，說一些話，或弄一些什麼東西，我發訊息，我看你看不看得懂。然後對方就要想辦法解讀，解讀完之後就要回應。所以你剛剛講到，這個那個都是這樣，包括去天壇吶，然後有記者問呢，我怎麼回答？我回不回答？這都是靜默外交的一部分。那這個呢？你說不帶夫人，然後帶赫格塞斯也是靜默外交，我就發訊息，我就是不要軟的，我就要硬的。對，我把一大堆這個全美國最值錢的30個人都帶來了，我就要做交易。對，你交不交易？你交不交易？我把戰爭部長帶來了，你交不交易？你聽不聽？對，這個東西當然不好看不好聽，但是我把籌碼攤出來，我攤在桌上，看你自己怎麼辦。所以川普的籌碼除了這些東西之外，第一，關稅戰，現在當然我們知道就是關稅雙方有點調整，對，在延後了，然後延後18個月啦，或什麼什麼等等，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我有科技封鎖，我禁賣晶片，然後我現在說我要開晶片，
我開一部分，然後開一段時間，然後每個你3家公司，然後都有上限，然後呢，這從哪裡賣出去，我都知道。還有什麼呢？台灣做的晶片可以賣到大陸去，但先繞到美國來，然後呢，美國在這邊對大陸打完稅之後呢，再進大陸去。所以你說他卡得不緊嗎？他抓得不準嗎？很準。這第二個。第三呢，我美國 AI 科技是領先的，你有你的 AI 科技，但我現在還是領先的，所以這點呢是我的籌碼。那咱們在這個問題啊，所以 AI 這個問題啊，我們再看看過2天有沒有新的新聞出來，說不定他們在 AI 上會達成某種協議，我們還不知道會談得怎麼樣，但它一定是一個話題。是，然後。當然 ，AI 到最後具體就是牽涉到晶片的問題，也牽涉到我們台積電的問題了，和跟上下的問題。再來就是川普的籌碼不是講了嗎？巴拿馬運河的2個港口我拿下來了，你在那邊鬧李嘉誠什麼等等的，什麼告長和什麼，那沒關係了，反正我抓到手上了。那然後我抓了馬杜羅，我更有趣就是那個誰啊，盧比歐穿了那個內身運動服，然後拍了張照片，這也是靜默外交。不是，我覺得最好笑的是，別人就跟路比歐說：“你幹嘛穿那個衣服？”他說：“不，他學我的，他 copy 我的，因為我比他先更早知道。”啊，對，這個我倒沒注意到。他講的很好笑，很好笑。那另外就是，我跟以色列現在正在打伊朗，我隨時可能會再打。我現在雖然停了，但隨時可能再打。所以這都是籌碼。還有一個什麼呢？軍售台灣也是我籌碼呀，對不對？那也就是說，我抓了這麼多籌碼在手上，那我現在跟你談的事兒，那你談不談？好，那現在回到你剛剛的問題，說交易清單的問題。台灣對美國來說從來不在交易清單上面，中共大概也知道了，但是我不能不表態，所以我必須說一番話。所以就是這是我一直在講的嘛，就是剛剛講說雙方都要打台灣牌，那問題是誰的籌碼多一點，誰在台灣牌上面呢能夠有更多的主動權？那當然，台灣很多人覺得很難受了啊！我們要當主動，我們不能當人家牌，不能當棋子。你可以有志氣，這沒有關係，但你得看懂局勢。看懂局勢之後，你才曉得說我站在什麼位置上，我能做多少，我能玩多少。那你如果沒有這種籌碼的話，你也不能玩。現在台灣有沒有價值？有價值。台灣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你能成為美國手上一張牌嗎？當然不可能。對不對？台灣有戰略位置，台灣是民主同盟，台灣是晶片同盟，台灣的這個經貿利益這麼大，那你覺得說台灣能不能成牌？台灣當然成牌。所以台灣成牌的時候，台灣自己要知道，我自己雖然是牌，我自己怎麼玩？我不是被動的玩牌，我要主動玩牌。那麼現在雙方都打台灣牌，美國比中共強，所以美國打台灣牌的時候，就比中國打台灣牌呢，它的空間要大很多。中共怎麼打台灣牌呢？我開飛機嚇你啊，對，然後開船嚇你啊，沒說包圍你一下，然後罰你的白帶魚啊，罰你菠蘿啊，罰你什麼，罰你這個罰那等等。那人家說美國會什麼等等，我說不會的，因為對美國來說，台灣太重要，重要到就是不能拿來當作平衡兩國關係的籌碼。所以美國不會放手。那我覺得更重要一點就是台灣自己要看懂，我在這個棋局當中我怎麼玩。最簡單的答案就是學以色列，學以色列。現在大家不是都說嘛，你看，川普上當了，川普被納坦雅胡騙了，跑去打伊朗。台灣有沒有本事騙到美國一起去對付中共？這不是台灣應該想的事兒嗎？可這會不會付出代價太大？這不是國民黨應該想的事兒嗎？老蔣總統當年就這樣玩的呀。是，是不是這樣？是啊，我們講個比較抽象理論問題，在國際政上面，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大國跟一個小國同盟。大國跟小國同盟的時候，小國擔心什麼？被賣掉。被賣掉。大國擔心什麼？被小國拖他下水。所以現在美國跟台灣因為晶片關係形成了戰略同盟。台灣要擔心美國出賣它，但我們剛剛已經論證了很久，不太可能出賣。美國現在擔心什麼？被拖下水，被拖到了台灣海峽，對，就是海峽戰爭。所以台灣要幹什麼？拖下水。台灣要把美國拖下水，就這麼簡單。就這麼簡單。可是那不就玩一種這個所謂的危險的
不是打仗啊，不用打仗啊，我們可以和平演變呢。对，我們可以对大陸打心戰呢。這不是我們過去多年做的事情嗎？对，對不對？你覺得大陸老百姓喜歡暴政嗎？還是喜歡台灣的生活？你覺得大陸這高官是喜歡那種生活，還是喜歡台灣的生活？對，我親自碰到大陸高官，他跟我講，他說你們應該把台灣打造成中國的瑞士。我禮拜一到禮拜五呢，在北京打拼，禮拜五坐最晚一班飛機呢，飛到台灣，我好好過一個週末。然後禮拜一或禮拜天的晚上，我再帶着這個完全這個新鮮的心情跟身體回到北京去打拼。打拼5天，我再來台灣，精彩極了，對不對？我碰過很多大陸高官，碰過幾位大陸高官，具體跟我講說，台灣制度比較好。趙紫陽到後來這個關禁閉，然後被軟禁10幾年之後想通了，台灣制度比較好。美國制度比較好，他講得很清楚，如果美國統治世界的話，這世界會變得比較好。這是當過中共總書記的人，他最後他的反省。那這個話也值得我們深思，也值得我們自勉，對不對？好，麥老師，我最後一個就是，當你給我講到說台灣現在最只能靠你內部的去搞這個所謂公投，那你之前很多在台灣的內部的人講說，你現在就川普會出賣我們，會這個所謂的反台獨，或者是這個不軍售，看起來都沒有。現在既然已經這個結果，對他們會有壓制效果嗎？還是說他們還會繼續這樣惡搞？然後這個東西會在台灣產生一種壓制的能力嗎？或作用？我們如果回到中共的策略來說的話，你覺得中共現在對台灣還有什麼其他招數？沒有了。我覺得有趣就在，對不對？我覺得有趣就在於說，當你發現中國跟美國的實力差距、軍事差距，所有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你就發現這裡面就跑出來了，這些聲音就跑出來了，因為這些東西突然被刻意的安排，被放大。因為其實我一直在相信，中國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中國是全世界最現實主義者。是。他一開始，比如說在2000年的時候，他透過2個飛彈，沒有想航母來了。所以航母來了以後，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就用 A2AD，我想辦法去對付你的航母。他本來以為說我可以對付你的航母的時候，我就開始對你台灣囂張了，我開始要對你武力犯台了。可是沒有想到，我現在透過了其他的戰爭，透過伊朗戰爭這種，我展現說我可以反 A2AD，我可以反制你中國。你中國這些飛彈對我來講已經不造危險，我就開始又縮了。他開始又縮回去了，縮回去了以後，他開始又在台灣內部找所謂的矛盾，開始在分化，開始在做。我就覺得這個讓作為一個台灣人是一個非常不能忍受的事情。是，所以我才一天到晚上節目去呼籲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再說一次哈，各位手機上看到說什麼中國好棒棒，什麼北京好厲害，美國很糟糕，然後日本很糟糕什麼等等，你都不要相信他，因為這都是騙你的。你真的把我們剛剛的話詳細這個看一遍，把我們今天節目好好看一看，多看看寶傑的節目，我相信你會得到比較正確結論，你也不會犯糊塗。我前2天走到街上，被一個路人攔下來，他說啊，明老師啊，您明老師啊，我說是，多指教。他這樣子，這個聽了你的節目之後呢，都對我很多啟發，那糾正我很多想法。我說很好，傳給朋友看，傳給朋友看，越多朋友了解我們真正知道的正確資訊的話呢，對台灣越有保障。我再說一次哈，下架台獨呢，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但在台灣呢是民主政治，下不下無所謂了。你如果可以下架台獨的話，也可以下架統一綱領了，對不對？所以在台灣來說，統獨可以用民主方法解決。真正解決台灣問題啊，下架共產主義，這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之道。好，我們明老師在我們節目不斷地強調說，你一定要了解國際現實，你要了解國際的實力，特別你要了解中美之間的互動，中美之間的一個消長。從這一次你可以看出來說，中美的消長非常清楚了。你也發現說，台灣的利益跟美國的利益真的已經完全綁在一起了。而且透過2025的國家安全戰略裡面，美國已經把台灣變成它的核心利益這部分。就現在還有人講以美論，還有很多人講說我台灣不要軍備。現在從盧比歐的講話裡面非常清楚，就是中國就希望你這樣子。他要從你內部開始瓦解，他希望瓦解你的心防，希望你不要打仗，希望你害怕，因為你害怕，你主動投靠過去，他完全的等於說不費一兵一卒把這個所謂的台灣拿下來，這是習近平唯一的一條路，可是那不是台灣的路。非常謝謝明老師，也謝謝各位觀眾。